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的2月19日，星期四。我们在盘中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。那么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盘面，我们来看5分钟。我相信所有盯盘的朋友都有同样的一个感受，什么感受？难受、窒息，像是在沼泽里面行走。你可以看到空头它想砸下去一点就马上的被捞起来，根本就砸不深。多头呢想拉，但是呢刚冒个冒，然后呢就被按下去，显得有气无力。这种上不去下不来的走势，在我们专业术语里面叫做什么？叫做流动性枯竭后的多空僵持。很多散户在今天的这种行情里会非常的恐慌，他们认为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，是大跌的前兆。但是呢，通过了前2天这个涨幅，我认为这种砸不下去的现象恰恰验证了市场底部的有效性。当利空，什么利空？就是地缘政治的利空砸不死大盘。当抛压在关键支撑位消失，就说明什么？就说明卖盘已经衰竭了，市场正在用时间换空间，进行最后的筹码的沉淀。那么今天的这期视频，我们要把逻辑给讲透，我们要从川普和伊朗的地缘政治说起，然后结合 SPY 和 QQQ 的日线图，最后我们落实到几只关键个股的走势上。好吧，那么我相信在盘中赶出视频的博主不多，但是呢，我愿意站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分析，不管对错，我希望大家呢都好好的来进行一下支持，好吧？我们在盘中的话呢，也是会来告诉大家，我们是在会员群如何操作的。比方说，在昨天很多个股涨起来了，我就告诉我的会员群朋友，能够做的就是特斯拉，留好多少哪个价位的加仓钱做到哪一个地方没有多大问题。你可以看到今天特斯拉的走势就是比大盘强很多的，而且呢，今天的盘中我也跟大家讲的这个区间，而且我们在该入的地方我们会让大家去入，所以说呢，大家跟着我们的点位来进行操作，绝对可以赚不少的钱的。最近加入我们会员群的朋友非常的多，很多的观众就告诉我，看了我们的视频就是能够赚钱，所以说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。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。还有一点呢，我想跟大家澄清一下，有朋友说我的这个视频老是变标题，老是换这个缩略图，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哈，这是 YouTube 这边有一个 A/B testing，是为什么呢？它就是让我们这些创作者给我们3个选择，让我们在发布视频之前把这些都列好，这样的话呢，它就根据观众的一个喜好要求去精准的定位。你比方说，像在上周五我发布的这期视频，我已经把3个标题给做好了，然后呢，我就发现这个标题和这个缩略图就是大家看的人比较的多，所以说呢，我就在之后呢，我就选定让大家都看这个标题，这就 OK 了，好吧？所以说呢，不是我一直在换标题，这是 YouTube 这边的一个 testing， 好吧？那么接下来我们换到今天的这个主题上，我们首先呢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盘面上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是什么？就是地缘政治。最近新闻满天飞，川普政府对伊朗的态度极其强硬，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摩擦似乎有一触即发的态势。很多人都会很担心，会不会引发世界大战？会不会就此美股就崩盘？我给你一个直接的结论，我的认为是不会。这个对美股的影响仅限于噪音的级别，甚至连黑天鹅都算不上。为什么？我们一定要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进行思考。川普这个人的行事风格大家都非常的清楚，他是一个典型的交易性的人格，他的极限施压目的就是为了回到谈判桌，而不是为了发动全面的战争。华尔街的这些精英们非常清楚这一点。那么现在的市场对于地缘政治已经是产生了比较多的抗体，除非真的有一枚导弹炸毁了沙特的核心油田，导致全球原油供应中断，否则仅仅是口水战或者是局部的摩擦，市场它不会买账的。那么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盘面，如果它真的是走势非常的不 OK， 我相信这个 VIX 早就会升到25以上了，而且呢，黄金会暴涨，美债收益率会暴跌。但是今天发生了吗？没有。所以说你自己不要吓自己。现在的地缘政治新闻更多的是主力资金用来在底部吓唬散户、交出筹码的工具。对于我们这些专业投资者来说，这个反而是噪音中的机会。那么你可以看一下最近 OXY
这个我们稍后好好跟大家细说，因为在底部的时候，有些会员朋友就问我40能不能入场，我说闭眼去买好吗？闭眼去买，拿到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收益率是相当的不错，待会儿我们细说好吗？我们现在把目光拉回到这个技术层面，我们看一下 SPY 它现在的这个走势就是在682附近，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几根 K 线，虽然说它的重心有在下移，但是它的这个下影线开始有一个密集的出现，想砸不深，体现在哪里？体现在680这个整数的关口，每次触及到这里，买盘自动的买进，说明680是机构认可的价值底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KDJ 的 J 线已经运行到了一个比较低的数值，甚至是出现了一个钝化。K 值和 D 值也是在低位进行纠缠，这个通常就是 oversold， 就是超卖。均线系统我们可以看到，它现在就是被压制在5日和10日下方，这个确实是弱势的表现。但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压制，导致乖离率有偏大，均线随时有均线回归的一个需求。那么我现在认为 SPY 它在构筑一个箱体的底部区间呢，就是在680到690，只要你不要有效的跌破。什么叫做有效跌破？就是3天你给我跌破680，否则呢我就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吸筹区。我们再来说一下 QQQ 稍微的弱一点，那么它现在的话呢，就是在600上下来进行一个浮动。我们可以看一下5分钟的图，今天的走势非常的有意思哈。早上有一个下杀，然后呢，全天就在一个比较窄的区间里进行一个震荡。这种图就跟心电图一样，说明多空双方都有点歇菜，没有主力在出货，也没有主力在拉升。这个呢，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底部的特征，无量空跌，缩量磨底。对于 QQQ 来讲的话呢，我认为最近在595到600这一带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底，在这个位置向下的空间是有限的，但是向上的赔率是极高的。既然大盘无忧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去做呢？现在的个股分化是非常的严重的。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OXY 是叠加了地缘政治和财报的利好，那么这个股票是地缘政治的护身符。刚才呢，我们提到了川普和伊朗，如果你还是担心局势失控，或者是你想给科技股仓位买一个保险，等 OXY 回撤，你去好好的选择一下买一个保险，因为巴菲特一直在买，而且地缘政治紧张直接会推高油价的预期。OXY 近期走独立于大盘的一个走势，呈现出了易涨难跌的一个态势。这个呢，并不是一个短线的股票，而是你账户的一个压仓石。如果中东局势升级，那么我认为它会是你账户里面走势比较好的一个品种。并且呢，去年大家可以看到黄金的走势非常的不错。如果说今年要压一个大宗商品的话，我认为今年很有可能会轮到原油，好吧？所以说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，你不买，完全可以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想买的话，等它回撤吧，回撤大概47、48以下，你去买的话，我觉得性价比会比较的高。我们很多会员朋友已经在40的时候已经去入场了，所以说现在吃到这么多，完全是耐心给了你最好的一个回报。好了，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特斯拉。有必要跟大家讲一下，特斯拉最近比较的磨人，其实呢你也可以看得清楚，就是在底部来进行一个摩擦。那么它现在正在测试下方的一个关键趋势的一个支撑，如果大盘在680企稳，我认为特斯拉的反弹会比较的快。如果大盘有最后一跌，那么特斯拉会跌得比谁都惨。如果你想不止损，那么你一定要去等右侧的交易，不要现在去抄底，好吗？如果说特斯拉什么时候站稳了哪个均线，就是在20日均线这个地方，也就是在420这边以上，或者是突破近期的下降趋势，你再去进场会比较好。但是呢，我这边因为我随时在盯盘，我看得比较的清楚，我在会员群我随时可以告诉大家走势和点位，那么我们现在去进行一个入场没有关系。那么特斯拉它现在属于是就是大盘这边的看门的，那么它涨了，大盘的情绪才会有一个真正的好转。再来跟大家讲一下谷歌。我在上周的时候跟大家讲了，谷歌会在这一周进行止跌。谷歌是现在的价值洼地，因为它现在是7巨头里面估值最合理的，也是最近被错杀最严重的。市场呢担心它的 AI 搜索份额被蚕食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现在这个
利空已经被股价给 price in 了。日线级别，谷歌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底背离，股价再创新低 ，RSI 这些指标没有再创新低。所以说我给你一个直接的结论，分批的进行建仓，因为这里的谷歌下跌的空间基本上是比较的有限了。对于中长线的投资者来说，这个绝对是你天上掉馅饼的机会，只要你有耐心，拿个半年以上，我相信它给你的回报率会非常的不错。到时候呢，你如果赚钱了，你还加入我的会员，好好感谢一下我，好吧？我们最后呢，跟大家再来讲一下英伟达。英伟达它比较的稳，我只能说它比较的稳，因为它是 AI 的逻辑，AI 的龙头，AI 的逻辑没有正伪，那么英伟达就是王。现在已经是算是在构筑一个箱体，并且呢，有点像是一个4-5点三角形，它的成交量在萎缩，这是一个变盘的前兆。那么如果说你在170会员群的朋友们，在170跟我一起买了的话，继续持有。明天如果大盘有个反弹，或者是下周大盘有个反弹，我认为英伟达近期带量突破的概率是比较的大的。如果说它能够带量突破，那么 QQQ 重回620指日可待。好吧，我们再来跟大家总结一下今天，不要被今天的沉闷给吓倒，想砸不深，其实呢就是主力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强势的一个暗示。那么市场现在就是在构建一个比较坚实的底部，地缘政治它是噪音，也是清洗浮筹的借口，再砸也有限，大概率的话呢是挖坑来埋人，所以说大家多一点耐心好吗？今天的缩量意味着抛压有耗尽的意思，只要说近期没有特别大的黑天鹅，明天或者是下周多头会去尝试来进行一个反攻。所以说我给各位的一个策略是什么？就是说你不要交出你的低位的筹码。如果说你手里面有很多的优质低位的科技股，你现在这个位置割肉是非常愚蠢的。那么你对冲什么呢？你买点大宗商品来进行一个对冲一下地缘风险，关注反转的一个信号。反转的信号是什么呢？就是特斯拉跟英伟达，只要他们一拉，大盘的情绪会有一个反转。最后呢，我想跟大家讲一下，投资最煎熬的并不是暴跌，而是这种看不清方向的阴跌磨底。如果说今天的盘中的复盘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你帮我订阅点赞。如果大家想拿到盘前盘中最精准的点位和方向指引的话，欢迎大家来我们的会员群，花小钱办大事，好吧？那么如果你入群了，我会让你知道你的选择是多么的正确。我们明天的盘后再见。